光臂纹飞起来。注意看，俄羅斯大力士一脸凶神恶煞的来中国参赛，出场时还呲牙咧嘴、骂骂咧咧，就连见多识广的主持人都被吓到不敢说话，甚至还当众狂言中国选手都是不堪一击的饭桶，他一拳就能撂翻3个。但是看他这如同恶虎般的眼神，现场的女观众就已经被他吓哭一半。这个凶神恶煞的猛男就是来自于俄羅斯的大力士米哈伊尔。这一场比赛迎戰他的中国選手也是一個狠人，他便是日出東方，來自於中國山東的鄭昭玉。他敢打敢拼，一向以挑戰強者而聞名，曾死拼過荷蘭不敗天王阿爾伯特·克勞斯，還曾激戰過波球大弟子蘇波邦。他從來不畏懼任何強敵，只要你敢來，他就敢打。好，這場重磅級別的中俄大戰馬上開始。我們注意看左邊選手，這個真是兇神惡煞。你說他吃小孩，我都相信。沒錯，這是俄羅斯選手的典型特點啊，他們的面部表情啊，一般都是非常的兇狠，這也是賽前的一種心理戰術啊，他想要震懾住你，所以說要擺出一副啊我非常恐怖的模樣。好，我們注意看兩名選手已經開打了，紅方選手鄭昭玉，而藍方選手這個大禿瓢啊便是米哈伊爾，兩個人剛一上來便猛烈轟炸，互不相讓。俄羅斯選手的技術特點啊就是玩命猛攻。我們看這個米哈伊爾打得非常的猛，剛一上來便亮出了他的3板斧，再配合上他兇悍的表情啊，這是一種心理戰術，一上來就想給鄭昭玉啊一個下馬威，想唬住我們。俄羅斯上來就是猛攻啊。這一方面呢也是一種心理戰，就是3板斧，所謂的下馬威。其實剛才霍里菲爾先生也在講，剛才在看到他場地邊的熱身，包括他的走動，包括他的眼神，非常典型的俄羅斯式的運動員，就像惡虎一樣。我們講的咄咄逼人呢，就不過如此吧。轉身邊腿，看來他這個打法呢，還是確實很頗具一些的個性化的一些風格。這場比賽，俄羅斯的大力士米哈伊爾貫徹了俄羅斯選手最擅長的一回合戰術。沒錯，就是比賽一開始打得很兇，打得很猛啊！但是如果一個回合拿不下，那接下來的2、3回合呀，他就會非常難受。反觀鄭昭玉啊，打得很穩，不慌不忙，連續的防守反擊啊，打得很精準，也沒有被對方漂亮。這是一個很細的活兒。這還不是低掃，這是一個勾腿，主要的作用呢是破壞對方的重心。對手一旦失衡的話，可以找機會啊補上一個後手的重炮，那效果會更好。應該是在上肢做的是不得分，但是把對方的比賽節奏啊進行了干擾和壓制。It changed the speed of the game. 漂亮。打得非常的乾淨。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而且我們看出一個風格，就作為俄羅斯選手啊，他在攻擊對方時候，他打完拳之後呢，對對方的頸部有一個控制。好，雙方第一回合比賽結束，打得非常的精彩。雖然說這位俄羅斯大力士的火力啊非常的兇狠，但鄭昭玉呢，他會以柔克剛，4兩撥千斤啊，把對方每次兇猛的攻勢啊都成功化解。但不得不講，對方的這個火力啊的確是夠猛。我們單看身材，哇，這個家伙就像一個洪水猛獸啊！他的身體硬件、身體條件的確是要比我們好太多了。好，第2回合比賽開始，看一下鄭昭玉接下來的精彩表現。Because they both, you know, that punch is really heavy. Do you think maybe one shot they can knock out? I think that's what he's looking for. So much.
相信老的拳迷粉絲對視頻當中左邊這個黑人啊肯定是不陌生了。沒錯，他便是曾經戰勝過拳王泰森的霍利菲爾德。就連這位世界級拳王啊都親臨現場來觀看本場比賽。但是他呢並不是來支持鄭昭玉的，他是來支持這個米哈伊爾。包括賽前这位世界级拳王也說了啊，鄭昭玉的獲勝可能不足1%。說的好聽一點是不足1%啊，說的不好聽一點啊，他是完全不看好鄭昭玉。有時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些拳手打得很輕鬆，可是呢，有時候效果會非常顯著。這應該有什麼要點呢 ？So a lot of people, they thro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 but they didn't get to the point.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 getting better quality, the punch? 他有個頭，用頭對。黑方把紅方逼到了這個角兒，而且黑方比較容易去主動進攻多一點。現在這個兇神惡煞的米哈伊爾，俄羅斯大力士明顯已經沒那麼兇狠，沒那麼有勁兒了。他已經被鄭昭玉以退為進、靈活的戰術啊消耗掉了大部分的體能。也許對方是一個無堅不摧的坦克，但觀眾朋友們，沒了油的坦克，那也只是一堆廢鐵。对方个接腿，但是我们看这效果沒有做出來。他剛才已經有了個抹脖，但是腿的地方沒有像一個反向的一個順的一個化解。我倒是覺得現在這個從黑幫選手的這個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好，第二回合比賽結束。那由於在第一回合這位俄羅斯大力士啊消耗掉了大部分的體能，所以第二回合他的火力遠沒有第一回合那麼足了。這就是一回合戰術的弊端啊！如果一個回合拿不下，接下來的比賽只會越來越難打。第二回合的難啊，觀眾朋友們，這只是個開始，接下來更難的還在第三回合。好，接下來看一下第三回合，鄭昭玉該如何收拾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俄羅斯大力士。我相信有些觀眾朋友會說呀，我們中國不是很友好嗎？不是老鐵和好兄弟嗎？但是再好的國家也有一些敗類啊，即便我們中國還有一些漢奸呢。先警告一次。是做了個提示，但是說這個摔法呢，其實對對方的這個攻勢的破壞干擾還是顯而易見的。I think he need a knockout to win the Russian guy. 啊，現在從霍利菲爾德先生講，他可能就需要一個 KO 了，一個重拳的 KO， 否則的話，如果打不倒紅方選手，他可能從點數上就失敗了。所以我們也說，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熱鬧，可是效果上呢，到底怎麼樣？哎，我們看的是紅方呢更善於利用自己的技術，掌握場上的主動權。其實從整個第二回合的整個有效擊中點來講，紅方的拳應該是23-10，啊，腿是2-1，所以從這些點上來講，現在霍利菲爾德也給出他自己的一個觀點，也就是說，必須需要一個重拳，必須要把對方打倒。雖然說鄭昭玉這個小伙非常的年輕，但觀眾朋友們，他的作戰經驗啊是非常豐富的。他挑戰過很多強者，像阿爾伯特·克勞斯，包括波球的得意門生啊蘇波邦，他都打過。他從來不畏懼任何強敵，所以說今天面對米哈伊爾這兇神惡煞的猛虎啊，他也是完全不懼。好，第三回合了，這個米哈伊爾竟然還有體能，他還是不斷的前頂。但第三回合很明顯，鄭昭玉不再退了，他選擇了和對方啊硬碰硬。在前兩個回合，我們一直都是引蛇入洞啊，牽着對方走。但這一回合鄭昭玉我們看連防守都不做了，哇，這真是要和對方啊白刃戰拼了。It's a very physical game. The 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ard. He got hard.
啊，這 bag it back 用霍里菲尔讲，中國的孩子表現出更有心計，而且他更有智謀。所以我們打比賽呢是用全部身心去打比賽。One warning. It's a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ll prepared game. Yeah. So it don't go by looks. Right? 從他的解讀更加說，你不要光看那塊兒大啊，不能光看外表。我們有一句哲學用語叫"透過現象看本質"。開始。的確，這場比賽俄羅斯大力士米哈伊爾呢是一個典型的紙老虎啊，看着挺唬人，看着挺嚇人，渾身的肌肉啊，你看鋼筋混凝土一般。但真上了擂台，真打起來的話啊，好像也沒那麼兇啊，也沒那麼狠。要知道，這個米哈伊爾的體重要比曾昭玉呢大了23斤吶。好，比賽結束。很可惜，這場比賽沒有產生 KO， 但是場面和比賽啊，絕對是足夠精彩啊，從頭打到尾。現在很少有這種比賽了，因為現在很多比賽都是穩中取勝打點，但這場比賽顯然相反啊，是全程在對打。好，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鄭昭玉點數判定獲得勝利，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這麼多的觀眾為我加油，我特別的自豪，而且特別為我們家鄉驕傲，特別感謝你們。裝逼為你飛起來！鎖住他，站起來。可以砸對手，邊上在進攻的技術上，雙方有巨大的差異。我們看到現在這個凱文米歇爾也不認輸，我進攻在地面上，我採用這個腿蹬的這種技術。哇！楊建平不給對方喘息段。不知道現在坐在台下的美國達官貴人們看到楊建平的表現，他們心裡邊是什麼滋味兒？因為比賽結束之後啊，搞不好他們的褲衩都要賠光了。沒辦法，這就是小瞧中國人的下場。而且我們注意看米歇爾，他的右眼已經是砸腫了，因為剛剛楊建平一系列的上位重力砸擊呢，打得都很準啊，都很重。現在米歇爾做了一個封閉式的防守，但這個封閉呢還沒那麼封閉。兩條腿的扣啊搭得不是很死，楊建平想要挺直上半身，想要有一個砸拳的空間。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這可以說是單方面的暴打。好，不廢話，比賽直接來到第二回合。哎呦，注意看，楊建平又是低掃開路，上位連續的瘋狂砸拳。美國冠軍米歇爾，哇，毫無招架的餘地啊，根本擋不住。中華虎猛虎出籠了，還在打。但對方也很頑強啊，因為這個米歇爾呢，自出生以來他就沒輸過，所以說他的骨子裡還是有着一股傲氣啊，不願意輸給眼前的中國人，他也不願意相信自己現在竟然被一個中國人按在地上暴打。沒關係，現在只是開始，遭罪的還在後面。在上面的身上，但是對方也很聰明，利用雙腿來夾住楊建平的這個軀幹。採用一個地面防守技術，我不讓你出拳，你記得出拳，我利用我的雙手還能護住，讓你打不住我。當然要比這個站立式你更容易 KO 我那種防守的難度要更大。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凱文米歇爾的這個左側的眼部已經腫起來了。今天這個楊建平怎麼打怎麼有，掃，好，這時候我們看再次來到地面之後的楊建平也不再着急，他只是趴到對方的身上，慢慢的恢復自己的體能，也在消磨對方啊這個美冠軍米歇爾的體能。因為這個比賽是一場持久戰啊，因為長達15分鐘。現在的話才第二回合啊，所以說保存一些體能，第3回合再發力也完全沒問題。利用肘擊的技術，現在這個凱文米歇爾只能進行這種防守，他已經完全沒有力量來進行進攻了。我們現在也看到現在這個楊建平的教練江華也在提醒这个杨建平
防止這個凱文米歇爾來鎖對方，來鎖住他。漂亮！這個過肩摔，哇！不得不講，杨建平的這個力氣和他的臂力實在太恐怖了。剛剛這一摔啊，讓美國人懸着的心徹底死了。還心存僥倖，認為這個美國冠軍米歇爾啊還會翻盤啊，但現在情況來看，幾乎是沒有翻盤可能。注意看，美國冠軍的整個身體被拉直了，這個角度只有挨揍的份兒，两条腿兒已經翹辫子啊，翹起來了。现在杨建平在找合適的體位和機會，想鎖對方，因為現在凱文米歇爾現在。我們看到，剛凱文米歇爾是利用一個3點支撐的位置，因為你不能用膝擊打我的頭部。好，雙方的比賽來到最後一個回合，看這一回合楊建平上來呢，稍微是放緩了節奏，一方面是調整自己的狀態，一方面也是給對方啊留點空間啊，讓對方喘口氣兒，這無異於是殺人誅心，就像小刀剌肉一般。我給你機會，給你希望，但一會兒呢又把你從天上給你打回地面，打回原形。哦，骨頭頂膝，3下頂膝都很重，高边腿也有命中。低掃，米歇爾很怕杨建平的低掃，因為在前2個回合呢都是被低掃，然後砍入到了地面。看到杨建平的這個地面技的主動進攻，還要欣賞到凱文米歇爾的地面的防守技。擔任本場比賽的是 Steve， 斷頭台啊，包括3角鎖的技術，但是都沒有施展成功。你看，凱文米歇爾又採用這個地面防守啊，我不給你打站立，因為我防守技術比較好，我就給你打地面的防守技。我又是用雙腿鎖住你的軀幹，讓你沒有辦法進行進攻。好，現場的裁判明里安里已經幫助美國冠軍米歇爾回到站立啊很多次了。我們看米歇爾回到站立之後精神抖擻，似乎是想在最後一個回合拼上那麼一拼。如果這場比賽他打輸的話，我相信他退下場地之後，他的下場也會很慘，因為得罪了很多美國資本家啊，他讓他們輸了錢。好，小心！這個米歇爾還想嘗試用腿部鎖楊建平的頭，但鎖楊建平不好意思啊，只有楊建平鎖別人，沒有人鎖過楊建平。一模一樣的這種抱纏的技術，我制服你。這種技術和技法都發揮出來，需要你下面要發揮。我們看到場上裁判這個 Dave 說，你不要用頭來創對手。剛剛現場的裁判又找了一個借口，把米歇爾美國冠軍呢又拉回到了站立。我現在懷疑現場裁判是不是也把寶壓到了這個美國冠軍米歇爾的身上。雙方採用的就是站立技，進行一種移動。我看他們那幾場比賽都是在前2局就結束這樣的，漂亮！又是一個夾頸摔啊！因為畢竟這個楊建平，他不僅練過拳擊，練過這種散打啊，所以他的技術非常的全面。比賽結束了，好，這場酣暢淋漓的對決終於結束。楊建平，我個人感覺他完全是故意的啊，折磨了對方15分鐘，他完全有能力可以在5分鐘或者3分鐘之內結束比賽。只不過想多打一會兒，讓美國人見識一下我們中國人真正的實力。要不然結束的如果太快，美國人會找借口啊，說楊建平運氣好。好，恭喜楊建平！漂亮！接住了！这是完全比邱建良還猛的拳王金腰带的臨時擁有者何塞·魯拉斯。對方的話是來者不善，世界級頂級悍將，而且身經百戰，32歲啊，正值當打之年，巔峰時期。而吳雪松才22歲啊，雙方差了10歲的一個差距。對方的話來自於墨西哥，所以說拳法相當了得。因為墨西哥呢是一個盛產拳王的地方啊，在這裡的話，拳擊手啊都很厲害啊，拳法相對來講都很猛。而吳雪松截然相反，我們技術精湛，打法全面，我們的拳腿功夫啊都很好。16年呢是吳雪松呢，我覺得是他一個突然爆發的一個年份。吳雪松還是
哇，這是一個冷拳，一個後手拳，雪松有點大意了。哇，這個何塞魯拉斯啊，真的是來者不善啊！觀眾朋友們，剛開局不到1分鐘，便給吳雪松來了一個當頭一棒，來個讀秒。這是吳雪松有點太過於大意了，因為打對方之前呢，吳雪松從來沒輸過，也不知道輸字該怎麼寫。但是看吳雪松的狀態還應該是沒問題，因為沒有眩暈，步伐還很穩。我們看這個何塞魯拉斯，他腳下的步伐呢是靈活多變，非常的快，而且他的臂展也很長啊。距離這種奔襲，對。我們看一下雪松到現在也沒有特別的着急啊，還是要控制一下。何塞的這個假動作做的還比較不錯。對，剛才的一個後手的一個拳法擊倒，就是在前手晃了一下。其實我們看這兩個選手的臂展都非常的高啊。对，哇，雪松這個時候不能硬進啊。對，何塞很快啊。何塞的非常靈活，而且身體的這個姿勢的改變啊，往往能夠躲過雪松的非常直接的進攻。对，他的攻击路線比較多。漂亮。啊，漂亮，漂亮！標誌性的前手擺拳。吳雪松真是如狼似虎，熱血澎湃，有仇當場就爆了。沒有錯，這一下的話，何塞魯拉斯被吳雪松擊倒一次。雙方目前的話是1比1打平啊，各有一次讀秒，各有一次擊倒。看來無論對手是哪國的精兵強將，還是世界冠軍，在吳雪松的前手重拳面前，眾生平等。在的拳法的攻擊路線比較多，而且很刁鑽呀，他這個拳法。我們看他攻擊距離也很長啊，所以這個時候本身何塞的這個就中遠距離奔襲都比較突然。對，然後雪松在近的時候啊，一定要做好防守。對。哇，第一局剛剛進行了2分鐘，就雙方互有一次讀秒啊。雪松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不要跟何塞做這種中遠距離的這個動作的互換往返，要拉近距離做這種陣地的打法。哇，第一局非常的好，第一回合双方的比赛已经結束，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過癮，高手之間的過招啊，觀眾朋友們那真是百看不膩。今天要是武僧義龍上場的話，我估計啊，那真是全程啊，我們只能聽到打肉的聲音啊，沒錯，那只能是全程挨揍啊。那原本這個何塞魯拉斯來中國踢館呢，他挑戰的並不是吳雪松，他挑戰的是邱建良。但是吳雪松表示啊，邱建良是我的偶像啊，你和我打吧，如果你打不贏我，你就不配挑戰我的偶像。原本何塞魯拉斯只是把吳雪松啊當成一個熱身賽啊，當成一個無名小卒，但是沒有想到本場比賽他碰到了一個硬骨頭啊，難啃的硬骨頭。好，雙方第二回合比賽繼續。看，雖然說何塞他是有過這個 MMA 的這個打法，但是我們看他站架並不像 MMA 選手那樣拉得那麼開。對。但是腳底步伐還是比較靈活。雪松要拉進去啊！對，這個何塞這個前後這個左右直拳的這個距離啊，非常的長，攻擊距，而且他從來不會打這種中近距離的拳法發力，都是放得很長。打完的雪松追的時候啊，這何塞的步伐轉得比較活。對，他應該是研究過雪松，雪松的每次打前手擺拳的時候，其實對於自己左側頭部的空檔是比較大的。是的，雖然說這個何塞有着超強的臂展和靈活的步伐啊，越來越多，實力也越來越強。而這一場比賽前來挑戰吳雪松的對手實力更為強悍，比上一個對手綜合實力更強，他就是來自於浪漫的土耳其泰范霍斯坎。相較於上一名對手來講，這個泰范霍斯坎啊，他的綜合實力更強，他有拳法也有腿法，而且他的身高和臂展的優勢啊，我們可以看到更是誇張到離譜。好，注意看，白色拳道吳雪松，黑色拳道泰范霍斯坎。從之前啊，雙方啊，上一輪的比賽當中，我們看到泰范霍斯坎他的風格比較趨向於這種防守反擊，他打得比較靈活，而且報價比較穩。是啊，过低啊，沒事了。泰范霍斯坎他的腿法呢非常刁鑽，而且非常突然。這個霍斯坎他的上下結合有點像不按套路出牌一樣。是的，他很報價很假，死死盯你眼睛，突然他高標腿下來了，所以說不能。剛才是吳雪松的有一次擊斧拳，對，不錯，但要從擊斧呢再從上面打的下巴更好一些，斜上勾，正上勾。
這場比賽對手泰范霍斯坎和上一场明显是不一樣了啊！他呢是一個非常擅長打內圍的泰式選手，這對於吳雪松來講的確是碰到硬骨頭了。那雙方只能是硬碰硬，因為吳雪松也很擅長打內圍，而且這個泰范霍斯坎，我們看他的防守很緊密啊，雙手拿得很高。但吳雪松也不着急，他在慢慢的找對方的弱點，因為上一場比賽的終結我們也看到了，吳雪松的抓機會能力很強，尤其是他的前手平勾。霍斯坎的连續的重拳重腿，这是非常危險了。霍斯坎里邊反擊防守反擊非常快。是的，我觉得這場一開場的比上場打的還要厲害，還要好。上一場比賽他剛開賽第一場回合呢還略有保守，他現在沒有了，你看，這是剛過去多長時間啊？是的，泰范霍斯坎非常擅長這種假動的迷惑以及這種上下虚實的結合。小心啊，吳雪松要小心。也可能吴雪松啊，对上一回打的確實累，也可能累了一些，還是怎麼着？這場比賽對於雙方選手的體能還有心肺功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尤其在高原上作戰。是的，這個現在霍斯坎就是他有點這什麼？哎，好，漂亮！直接是前手的平勾，打到。哇，又是前手平勾，哈哈，吴雪松的前手平勾啊，觀眾朋友們太恐怖了，真是應了我們賽前說的那句話啊，橫掃千軍，誰來誰倒，不是被 KO 啊，就是被讀秒。吳雪松連續的補刀，瘋狂的砸拳，晃了，泰范霍斯坎明顯晃了，哇，這個鈴聲啊，這個鈴聲救了泰范霍斯坎一條小命，對方只能說他運氣不錯今天，但你躲得過初一，你躲不過15。第二回合雙方比賽繼續。了進攻，吳雪松的本身力量是比他要大，比他要力量拳的力量要比他大。是的，看泰范霍斯坎開始使用反擊拳，不能小看泰范霍斯坎這種冷拳冷腿的。對呀，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這是你看看。剛才是吳雪松也遭受到重擊。雙方啊都在拼這種架，好了，結束了 ，KO， 這是完全 KO， 直接 KO， 直接 KO。好，觀眾朋友們，沒有問題，又是前手平勾，哦，太強了！然後恭喜吳雪松，他一招前手平勾啊，真是讓這幫老外防不勝防。說句實話，防也防不住，因為這拳太猛了。好，恭喜吳雪松連斬2名國際悍將。那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哇，這種進攻我們沒有見到，是第一次。因為他的力量大到什麼程度啊？就是說這個少林降龍羅漢亮出大力金剛腿，3腿下去當場踢飛外國黑金剛的雙腿，如此恐怖的場面徹底看傻武僧一龍。好，我們注意看視頻當中身披國旗正在出場的選手，他皮膚黝黑，人送外號黑金剛的泰國阿虎。好，這個阿虎可謂是來頭不簡單，他的實力在當年啊是不輸波球的啊，17歲時便在泰國最大的場館倫皮尼拿到了冠軍。理論上來講，他應該是年少成名，應該越發展越好才對啊。結果這個家伙呢是沉迷上了這個吃喝嫖賭。最主要的是，他沉迷上了女色，每天揮霍無度，所以說他的錢以及他的天分都被他揮霍一空。沒錢花的阿虎竟然跑到了中國，前來撈錢，前來收取保護費。今年29歲，17歲的時候就獲得了倫皮尼全場105磅的金腰帶，2010年獲得肯普泰拳世界冠軍，他就是黑金剛阿虎。沒錯，黑金剛阿虎來中國的各大武館收取保護費。如果你不給我錢，那我就踢館，我打廢你的老闆，打廢你的教員。但這一次我只能說，黑金剛阿虎他踢館找錯了人啊，挑錯了對手。他遇到了中國降龍羅漢張孝輝。張孝輝自幼便在少林寺的塔溝武校練習，後來又在少林寺進修了很多年啊，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少林武僧啊，也是被稱為了降龍羅漢。本場比賽現場是人山人海，就連武僧一龙也來現場觀戰啊，前來助陣。好，34歲对着29歲，體重上我們稍微領先一點點啊，身高上也領先了一點點。說起收保護費啊，我相信觀眾朋友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這個名詞了。可能在泰國還是很流行，他以為在中國也有這種情況，但殊不知我們中國現在是打老虎拍蒼蠅，什麼黑的啊、灰的都不行啊，我們通通拍死。結果啊，你個老外還想來中國耍橫，那絕對忍不了。
好，比赛開始，廢話少說，紅方選手張孝輝，藍方選手黑金剛阿虎。34歲了，他的對手是來自泰國的黑金剛阿虎。我們看到這個阿虎在今天的比賽裡面，你看他很放鬆啊。你对非常的有比賽經驗，在泰國打過100多場比賽。這對於這個張孝輝，別看張孝輝已經34歲了，但腿法依舊是相當了得。但這只是一個開始，精彩的還在後面。很重，因為張孝輝畢竟是已經他的輝煌時期是在這90年代末期的時候練拳擊的，34歲啊。這場是一場無差級的哈，所以說85以上，然後就沒有這個級別之分了。所以說呢，這個張孝輝的體重呢，是100公斤，所以說這個在體重的力量優勢上比阿虎要有優勢。這個黑金剛阿虎說：“你打吧，我能扛得住，來吧。”在這裡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河南電視台將在8月10號進行一場中泰巔峰對決。為什麼叫巔峰對決了？泰拳王波球帶着泰國的頂尖高手拳王來到河南電視台8號演播廳。那麼一龍將率領中國勇士的戰隊來迎接他，迎戰他。而且那場當年的黑金剛阿虎啊，的確是名聲在外啊，非常的響亮。但是現在我們看他呢，整個人是萎靡不振啊，這就是縱慾過度啊，這就是花天酒地的後果。沉迷女色，這是職業運動員啊最大的忌諱啊，這破了童子功，你的體能、你的反應啊，你所有的東西都會有所下滑，這是很明顯。現在這個比賽好看啊，這個低潮腿非常的重。因為他的力量大到什麼程度啊？就是說這個泰國選手把提膝保守的時候都被敲倒。好，觀眾朋友們，裁判終止了比賽，3次砍腿，我們的哇，這一次砍腿直接踢飛起來了。沒錯，3次砍腿，3次擊倒，黑金剛阿虎被張孝輝啊踢飛了雙腿，應該是踢斷了啊。這就是一個踢館者的下場，而張孝輝呢也非常講究，把對方給扶了起來。我們呢不僅在實力上打服你，在心理上也讓你徹底臣服啊，讓你們這幫野蠻人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武者，有實力還有武德。我再看一下，哇哦，這一腳下去直接把武僧一龍給看傻了。哦，確實厲害，同樣出自於少林寺，這實力差距咋就這麼大呢？好，接下來這場比賽同樣是經典中的經典，與張孝輝勢大力沉的腿法有所不同，他的腿法變幻多端，招招致命，讓人防不勝防，僅用一招蠍子擺尾，讓無數外國選手甘拜下風。沒錯，他便是我們中國號稱最強保鏢啊，中南海第一保鏢的張海軍，又是姓張啊，張孝輝、張海軍。哇，我們中國姓張的這個高手實在是多到數不過來了，感覺整個搏擊界大部分的高手，我不多說啊，我感覺40%吧啊都是姓張的，而且都是高手。像現在的世界冠軍張志磊啊、張偉麗，這都姓張。還有其他的那就不列舉了啊，那真是數不過來呀。這場比賽是張海軍人生當中的最後一場比賽，也就是退役之戰，而對手則是一個天才級少年周天佑。他很年輕啊，18歲，身高臂展上佔據了決定性的優勢。張海軍34歲了啊，34周歲，按照我們傳統算法來講，他已經35了。好，比賽開始，我們就廢話少說了，看一下張海軍這位傳奇老將最強保鏢實力如何。我們看到張海軍呢，他比賽風格呢是打的是短小精悍，而且又是一個高腿的摔法，太漂亮了，非常注重他這種击打效果。張海軍呢，他上次在這個杭州站的比賽啊，一個蠍子擺尾，直接就把他的對手給踢飛，當場 KO。這次是不是能夠如法炮製呢？因為在這場比賽啊，張海軍他也只能用腿，因為他的拳受傷了。上一場比賽他是腳受傷。但是比賽中的這個真假虛實呢，還是要使對方呢感到猝不及防。是的。张海軍啊，家裡兄弟他都以
陸海空三軍來命名的，非常有趣。那其他兄弟啊，打拳打到一半的改行當廚師，只有他堅持到現在。哎，确實是這個，我們看的是藝高人膽。中華第一保鏢張海軍果然是名不虛傳啊！這個腿法呢，不要說對方看不懂了，我們也看不懂啊。這個後空翻再接腿法，這是什麼招式啊？別着急，更精彩的還在後面啊！這個周天佑啊，他會越看越傻眼。忘記介紹了啊，這個周天佑啊，他拜了一個中國人當老師啊，學習中國武術，所以說有了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叫做周天佑。但是呢，今天看起來他還是完全轉身邊腿，對，被張海軍給克制住了。哎，要來一爆還一爆到位了。張海軍這位老將非常厲害。作为個性張揚啊，展現自己的非常有風格的這個技術特色，又是個轉身腿，以扎實的一個技術作為一個後盾。正所謂是手眼身法步，點線面俱實，再來這種平鋪。還一轉身讓你猜我是要用腿還是用拳，這個真的是好像有點東施效顰啊，學錯了。所以還要這拳打人不知啊。那其實我們這個張海軍啊，他的前腳小鞭腿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又同樣的一招蠍子擺尾。好，觀眾朋友們，夠不夠強？一招蠍子擺尾讓周天佑已經是跪在了地上，非常的痛苦。剛剛這小題確實太厲害了。我們看對方呢，真的是很痛苦，根本扛不住啊。主要是張海軍的這招蠍子擺尾，真的就像蠍子的尾巴一樣，它帶毒啊，踢到之後根本忍不住啊，根本忍不了。